事儿大啊！全球地缘政治的熔断时刻可能就在这48小时内爆发。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发出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已经点燃，特朗普的战争机器已经完成了最后的预热，袭击伊朗的行动已进入读秒阶段。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武仁。我们来看中东现在的局势。俄罗斯在西亚经营了半个世纪的战略前哨，眼看就要被连根拔起，普京是真的急了。就在2月1日晚上，绍伊古连夜突袭式访问北京，没有任何铺垫，直奔主题。这就是来交底牌的，这就是来求救命稻草的。为什么这么急？因为这次不一样。这次不仅是美国人在外面打，伊朗内部也出了大问题，甚至可以说出了叛徒。这个曾经的反美堡垒正在从内部瓦解。面对这样一个摇摇欲坠、内忧外患的盟友，中国该怎么办？是做壁上观，还是雷霆出击？首先，咱们得搞清楚，为什么说伊朗现在是垂死的伊朗？为什么说局势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从2025年底开始，那里就爆发了极其严重的抗议活动，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1979年的革命。老百姓为什么上街？因为活不下去了。里亚尔的汇率直接崩盘，通货膨胀率飙升到了 42% 以上。你手里的钱今天能买个面包，明天可能连一口面包都买不起了。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抗议的口号变了。以前是骂美国，现在呢？街头全是独裁者，去死！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只献给伊朗。甚至在哈马丹、伊斯法罕这些重镇，有人公开喊出了巴列维王朝回归的口号，这给了特朗普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看海面上，美国人这次是动了真格的，他们集结了一支所谓的庞大舰队。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已经直接顶到了阿曼湾 F-35C 隐形战机、F-15E 攻击鹰，还有专门用来瘫痪雷达的咆哮者电子战机，全部到位。然而，作为伊朗传统盟友俄罗斯，现在还在乌克兰雪地里打滚，如果中国不干预，伊朗必死无疑。而中国一旦出手，必然是基于最高战略利益的深谋远虑。结合最近的信息，我将这套反应逻辑拆解为5个关键点。这一招的核心思想是，哪怕伊朗内部出了叛徒，哪怕这个盟友现在看起来不太靠谱，中国也绝不能让他被美国人强制更迭。为什么？因为地缘政治里有一条铁律，缓冲区绝不能真空。你看地图，伊朗是什么地方？它是连接东亚、中亚和欧洲的枢纽，它是俄罗斯南部最柔软腹地的屏障。如果伊朗政权倒台，换上来一个亲美的傀儡政府，美国人的轰炸机就能直接部署到里海边上。到时候，俄罗斯的南部、中国的西部边境将直接暴露在北约的枪口之下。虽然伊朗现在内部抗议声浪很大，甚至有人喊着要推翻政府，但中国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码事。老百姓对经济不满是一回事，国家主权被外部势力颠覆是另一回事。所以中国的反应是有限兜底。什么叫有限兜底？就是我不会直接派解放军去德黑兰街头帮你维稳，那是下策。但是我会通过俄罗斯这个代理人，通过普京的紧急求援，把维持伊朗政权生存最急需的物资送进去。这是一种极高明的止损。我们不为伊朗内部的腐败或无能买单，但我们为反美桥头堡的存在买单。只要伊朗不倒，美国在中东就被牵制得死死的，他就不可能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到印太来对付中国。这就是用中东的乱换取印太的稳，这是大战略。战争这东西归根结底是算账，特朗普是商人，他最会算账。如果打伊朗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他早就动手了。中国要做的就是让这笔账变得极其昂贵，甚至让他赔得底裤都不剩。怎么做？看新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俄罗斯、伊朗3国的海军要在阿曼湾、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搞安全纽带赴2025联合演习。大家品一品这个时间点，品一品这个地点。恰巴哈尔港，这可是伊朗在阿曼湾的战略要地。3国的军舰往这儿一停，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人体盾牌。美军想发动大规模空袭，你想乱扔战斧导弹，你敢不敢保证不误伤中俄的军舰？一旦误伤，性质就变了，那就不是美伊冲突，那是大国开战的导火索。这就像在战场上埋了一根绊马索，美国人的战马再快，跑到这儿也得掂量掂量敢不敢冲过去。而且
更劲爆的消息是，有外媒报道，中国可能已经通过 Y-20 大型运输机向伊朗进行了一种技术输血。据传，就在局势最紧张的几天里，有16架次中国军用运输机降落在伊朗，运的是什么？官方肯定不会说。但外界普遍猜测，这可能包括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 的关键零部件、电子战设备，甚至是反隐身雷达的组件。美国人最依赖什么？ F-35 的隐身能力，战斧导弹的精确打击。如果伊朗突然拥有了能发现 F-35 的雷达，或者能干扰 GPS 信号的电子战系统，美军的空袭成本将成倍增加。中国不需要直接参战，只需要让伊朗手里的矛更锋利一点，让他的盾更厚实一点，就能让美国人陷入泥潭。这就是不对称威慑的精髓。现在的国际秩序，谁掌握了道义，谁就能动员中立力量。特朗普想打伊朗，借口是什么？是伊朗镇压抗议，屠杀平民。他想把自己包装成解放者。中国怎么反击？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代表已经发话了。我们强烈谴责任何针对主权国家核设施的军事打击，这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我们把美国的行为定性为霸权行径，是丛林法则的回归。这可不是简单的打嘴仗，这是在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标杆。中国手里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美国想在安理会搞一个合法的动武决议，门都没有，中国会联合俄罗斯直接把这种提案扼杀在摇篮里。而且中国正在利用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这些平台，组建一个庞大的反战联盟。你看，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以前是美国的铁杆盟友，现在呢，他们被中国拉到了谈判桌上，和伊朗搞了和解。沙特现在明确表态，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为什么？因为他们怕引火烧身，更因为中国在中间的斡旋。这就是外交孤立，让美国人即使动手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甚至连个落脚的基地都不好找。普京为什么派绍伊古火急火燎的来北京？因为俄罗斯比中国更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如果伊朗再丢了，普京的中东战略就彻底崩盘了。中国正好利用俄罗斯的这种急迫性，绍伊古来谈什么？就是谈分工，谈交换。中国有钱有经济实力，我们负责输血，负责在背后撑住伊朗的经济盘子。俄罗斯呢，你是战斗民族，你在中东有军事基地，你负责主要的战术对抗，你负责给伊朗提供卫星数据，提供防空情报。这是一场完美的资源置换。据报道，绍伊古在访华期间再次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坚定支持，这就是交换条件。中国在中东支持俄罗斯的战略诉求，俄罗斯在亚太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中国还要借俄罗斯的手管住伊朗。我们不能让伊朗在核问题上彻底疯了。如果伊朗真搞出核武器，沙特这些国家就会恐慌，那中国的能源布局就全乱了。所以中国支持伊朗是有条件的，你必须在核问题上保持克制，这个监工的角色就交给俄罗斯去办。俄罗斯也愿意办，因为他们也不想看到核扩散。通过这种分工，中国既支援了盟友，又规避了直接冲突的风险，还把俄罗斯牢牢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伊朗这次危机根子上是内部经济崩了，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才给了美国人煽动的机会。那个所谓的叛徒，其实就是被西方舆论洗脑，对现状绝望的年轻人，以及混在里面的外部势力。光靠枪杆子镇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怎么做？中国有跟伊朗的安全协议，有警务合作。在2026年这个关键节点，中国会协助伊朗强化数字主权。什么意思？美国人不是喜欢搞网络煽动吗？不是喜欢搞推特革命吗？中国有技术，可以帮伊朗建立一套更高效的防御体系，抵御这种外部的心理战和网络攻击。同时，最根本的还是经济。中国通过落实中伊25年协议，给伊朗带来实实在在的投资和就业。虽然协议曾因为泄密引起争议，但现在无论是哈梅内伊还是佩泽什基安总统都明白，这是伊朗唯一的救命稻草。只要中国的投资能落地，只要基础设施能建起来，只要老百姓能吃上饭，那些被煽动起来的怒火就会消退。稳住了内部，美国人就失去了里应外合的机会。在48小时倒计时的极限压力下，中国的反应绝不是热血上头的虽远必诛，也不是软弱无能的强烈谴责。我们的逻辑是8个字：战略定力，战术灵活。中国不会为了伊朗傻乎乎的直接跟美国开战，
那不符合我们的和平发展大战略。但是中国也绝不会允许美国零成本地摧毁伊朗。我们要构建的是一套复合防御体系，海军演习的物理存在加人民币，石油贸易的经济输血加联合俄罗斯的政治掩护加协助内部维稳的技术支持。这一套组合拳打出去，就是要逼特朗普好好算算账。这场战争的成本，你美国到底付不付得起？最后做一个激进的预测，别看现在特朗普喊得凶，别看航母开得欢，别看最后通牒已经发了，这48小时内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绝对打不起来，甚至连全面空袭都可能在最后关头被叫停。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会发现，他们在波斯湾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伊朗。在伊朗的雷达屏幕上，不仅有他们自己的数据，还有来自北方的卫星情报支持。在波斯湾的波涛下，可能正潜伏着不知名的大国潜艇。在金融的血管里，人民币正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分。最激进的预测是，伊朗会突然宣布在某些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这背后可能有高人指点，或者展示一款足以覆盖美军基地的杀手锏武器。然后特朗普会突然在推特上宣布，伊朗人害怕了，他们愿意谈判了，从而找个台阶，把这场军事冒险转化成一场外交秀。而中国将在这场惊涛骇浪中不动声色地进一步巩固中东话事人的地位，让全世界看清楚谁才是带来和平的力量，谁才是制造混乱的根源。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力量。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武人，关注我，下期我们接着聊那些看不见的博弈。